会燃起黑的焰，静默一片时间，星光皆泯灭，生灵切切。唤我从梦魇中苏醒，眼眸穿越血色，时间在你这一念，随我角色。心与我，风与火，你与我不舍。无惧火为君生魂魄，寒死契阔。乾坤像这山与河，洪荒斩灭残与破。不问后生因与果，为君虽坚固皆可。明朝向月看星河，无悔此一生与子成说。友情与夜谈，交手之时有没有记起些什么？并念追乃上古神物，玄圣神君虽被夜谈扰乱了心神，却未有记起往昔。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神君本可在沉渊一剑将夜谈封好，却在要紧之时手下留情了。看来他终究是沉渊难断呐。离光夜谈身边帮手众多，难免会起攻天之念。千万不能让友情这个时候想起他。叶去，寸步不离地跟着他。若有人想告知友情真相，立时擒杀。末将遵命。神君回来了。神君，神君，此战可顺利？功亏一篑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本君折戟而归，你们却叫好，莫非你们都知道离光夜谈？您别怪飞驰多嘴，事已至此，飞驰不得不据实相告。您可知道？末将奉天帝之命前来与神君商议天军事宜，有劳飞驰和汉木二位在殿外稍候。是。是。您请。事已至此，咱们还有什么好顾虑的？赶快将真相告知神君吧。你没看宫天一直缠着神君，他肯定是奉了天帝之命来堵咱们的嘴。这天界之中，不知道还有多少像他一样的眼线，时时刻刻盯着咱们呢。你干嘛呢？那怎么办啊？此次出兵沉渊，虽未能擒住那离光夜谈，不过好在天军伤亡有限。你方才说什么？你要去杀了谁？儿臣主动请缨诛杀东丘妖女离光夜谈。不可！清衡、子无，你们……兄长，你是不是也注意到我的新发饰了？是不是也觉得很特别？本君折戟而归，那就好。你们却叫好，莫非你们都知道离光夜谈？母后、清衡、子无，还有飞驰，他们好像都与离光夜谈有救。他到底是谁呀？离光夜谈，出生东丘狂族，乃地脉子之花灵所化，与我神族并无半分瓜葛。
为何父帝要避重就轻，不肯让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呢？月琴，我是你的娘子，你的前儿，你的月下呀！我的娘子。神君，神君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神君，布星的时辰到了，请神君移步观星台。有劳将军稍等，本君去就来。将军，你应该知道我的来意。天地有命，任何人不得蛊惑神君，违者立斩。大人，叶檀公主跟吞帝到了。岳父，奎儿，奎儿，叶檀，少典有情的事儿，我已经听说了。如果你有所顾忌，我可以率军攻上天界。不用了，与其让天帝利用有情，不如我先发制人。况且你的伤也没好，父皇也需要有人照顾。我一直是最让他操心的女儿，此去，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尽孝了。父皇不许你这么说。父皇要你完完整整的去，完完整整的回来。放心吧，他不仅是你的父皇，也是我的岳父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我这条命是姐姐给的，这一仗我不能输。檀儿，此去一定要小心。岳父，吞帝，快坐下休息一下。吞帝，你怎么样？吞帝，奎儿的花灵由朝风照顾，你还是先去厉王的寝殿休息一下吧。为了檀儿，你可要保重身体呀。奎儿，保佑你妹妹平安回来。这玄武之尾，何时少了一口微月宴呢？今日，本君便将这微月宴赠你，愿你如星辰一般，在天璀璨，在地从容，担得起倾目仰望，也经得住黯淡平凡。这女子是……本来以为挨过了错嫁那一关，你我就能长相厮守。可是世事难料，
还是把你我推向了正邪两端。就算你已经忘了我，可是这份爱，我不能忘。我们之间已经来不及了。明日我便要发兵攻天，我们之间的事情，我已经来不及与你诉说。此生，也许我们注定要一个在天璀璨，一个在地燃尘。所谓的白头到老，不过就是一场梦罢了。错换的时空，吹乱了鬓发，再哭也不怕。就算今生难再携手，我只求星辰忽悠，你我永不为敌。本君以为，你就如同这微月宴一般，看似顽劣反叛，实则资质不凡。今日，本君便将这微月宴赠你，愿你如星辰一般，在天璀璨，在地从容。单单起倾目仰望，也经得住黯淡平凡。该来的，终究还是来了。天帝，离宫夜谭杀上天界了！灭世妖女，速召天将，护卫天界。天界守备森严，你竟然这么快就上了九霄云殿，朕还真是小看你了。少点萧逸，新仇旧恨，今日我们一起算。有琴，你来的正好，助朕擒杀此女。父帝，便是混沌重启，四界不复，儿臣的剑锋永不向他。你想起来了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派了光天，形影不离地看着你，你怎么可能拾回记忆？忘记前尘虽易，忘记此情却难。难道父帝真的认为，仅凭光天一人就能制住儿臣吗？
末将有负天地之托。洪荒斩灭残余波，不问后生应与过。为君虽千古皆可，明朝向月看星河。无悔此一生与子成说。神君，神君，神君，唐儿，都怪我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不好！想往哪儿跑？你个火化将军！哎，人家叫王八将军，对吧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我。洪荒斩灭残余波，不问后生应与过。为君虽千古皆可。末将恭迎天妃回见。来生再祭奠与我魂魄。你联络了神族守将，夺了朕的兵权，让叶檀率军长驱直入，对吗？父帝，儿臣昨夜便已悄悄上天，助兄长联络天军。哎，要不是我给你们做的万霞听音，你们怎么给谭谭传递消息，定下这兵不血刃的战策啊？所以这战绩也得有我一份。你们竟然做出这等辱父欺君之事，真是朕的好儿子。父帝，你给我种下必念锥，让我对挚爱之人刀兵相向，这是为人父该做的吗？你三番五次忤逆朕，眼中只有那个灭世妖女，你又将朕、将神族置于何地？我不想与你为敌，我割欲念，补归虚，九死一生，不是为了拯救四界的虚名大义，是为了保护我的家人，为了你，还有母神。父帝，我不想看你一错再错了，我更不想看我的爱人、我的亲人彼此相残。神族对冬秋万年忌惮，不过都是无端的臆想。儿臣恳请父帝交出巨灵玄灯，下罪己诏，为冬秋正名。兄长所言甚是，儿臣心中岂会无父无眷？儿臣们只是希望父帝能够知错能改，这也是父帝在儿臣年幼时教会儿臣的第一课。你们刀剑相向，这是在逼朕呐！就算朕肯答应，叶檀和那个冬秋后人，难道肯如此轻易的相饶不成？我来天界，不是来杀人泄愤的，况且你的死也不足以抵我姐姐一命。只要你交出玄灯，还冬秋清明，我便饶你一命。你们兴师动众的杀入我九霄云殿，就为了一盏灯？好，朕给你。阿爹，阿娘，苏轼终于拿回你们和族人的亡灵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洞中并无花灵。你把冬秋花灵怎么了？你太天真了！你以为神族会留着冬秋花灵万年吗？
先帝当年是何等英明啊！他早就看出来灵谱祖师姑息优柔，私自留下了这盏灯——巨灵玄灯。这便是那冬秋的巨灵玄灯。冬秋罪卒，以为将花灵藏于此灯，便有重生之日。呵呵，当真可笑。萧逸，朕带你来，就是要你明白除恶务尽的道理。为人君者，绝不能有姑息之念，养虎遗患。朕亲眼看着先帝以无上神火将灯中花灵全数焚灭，才第一次学会了这帝王心术。那灯中老幼花灵受神火炙烤，死状无比凄惨。当年朕何尝不是觉得先帝残忍？可朕明白，若他们不死，终有一日，死的便是神族，便是四界百姓。万年来受尽风霜，自以为有朝一日能与父母重聚，没想到他们的花灵早已散灭。什么帝王心术，族人们要的不过是一方净土，安居乐业，这有什么错？神族安享四界荣华，为什么却连一个小卒都不肯放过？苏芝，苏芝，太俗！冬秋族是为了圣树而死，秦桧更是为了保你自刎而死。你有什么资格杀朕？你有什么资格践踏朕的九香云殿？你才是害死所有人的罪魁祸首。公主别听他的，杀了他！自从你和秦桧使灭世双生花的消息传遍四界，便有无数灵民对天请愿，让朕与厉王杀了你们，保全四界。万民请愿又如何？神族傲立云端，就是为了指引世人，岂能因为世人一时的暴力不安，而让无辜之人枉死呢？叶檀若存世一日，世人便会不容你一日。公主，你答应过我，要为冬秋讨回公道，杀了天帝，杀了他，为所有的族人和秦桧公主报仇。他。天帝，
面被世人认作是灾星，万年前是，如今也是，并非杀一人可逆。公主，苏芷，我已经废了他的修为，如今他已众叛亲离，就当是断了这万年的恩怨吧。公主，人心是斩不断的。桃儿，谢谢你放过他。滚！都给我滚！走！都给我滚！啊！你们回。吞弟，吞弟，唐儿呢？啊，你别告诉我，他可否安全？吞弟，您放心吧，天族各位将领都在暗中帮助兄长，嫂嫂分毫未伤，最后还心存善念，饶了我父弟的性命，兄长也恢复了从前的记忆。那他们二人呢？嫂嫂一回来便赶往洛威洞悼念青葵姐姐了，兄长也一并去了。姐姐，厉王已经魂飞魄散，天帝也被废去修为，桃儿给你报仇了。葵儿这是回应了吗？他听到了，他听到了。桃儿，桃儿，桃儿，怎么了？桃儿。桃儿，桃儿，醒了，怎么样？啊，怎么样？对不起，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没陪在你身边。你知道吗？我突然失去了姐姐，我又失去了你，我感觉我就像是被推入了深渊。对不起，是我大意了，是我没保护好你，是我大意了，对不起。你是怎么记起我的呀？傻瓜，我们经历了这一路，历经千难万难，岂是那必念锥可以磨灭的？你还记得蓬莱降阙、星河漫漫，处处都有我们的记忆吗？这些是忘不掉的，也抹不去。
仇的。嫂嫂，清恒，你一直在这儿吗？是。他可回来了？未曾。那日从天界回来，我见他心绪不佳，便想陪陪他，可他说想一个人静一静，我不放心，便想在此处等他回来。嫂嫂可也是来看素芝的。他现在连我也躲着，许是因为在九霄云殿的事情还在怨我。聚灵玄灯一事，神族行径卑劣，他心中定然是恨意难消的。我和他之间的隔阂，只怕是越来越深了。等他回来，我跟他聊一聊。你知道地兰诀和子无在做什么吗？上次陪父皇来看了我一次，就再也没见到他们。最近四界不太平，许是为本族的事情奔忙吧。清恒，你累了这么多天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这如果有什么消息，我立刻派人通知你。好。自从你和秦桧使灭世双生花的消息传遍四界，便有无数黎民对天请愿，让朕与厉王杀了你们，保全四界。走开！不要你管！我来给你看看吧。走，你是会坏掉的呀！走开！不要你管。把这位壮士扶起来。走开！壮士先以治病为主啊！走开！滚呐！就算是死，我也不要李治。走开！诸位，小女因丧姐之痛，到沉渊复仇，误伤了诸位，实在是对不住。寡人特地为诸位请来最好的医官医治伤口。如果诸位心中仍有怨恨，尽管冲寡人来，寡人绝对不走。但是恳请诸位先治病，切莫延误伤情。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不要动，我来给你包起来。这儿疼吗？檀儿，你都看到了。我之前还在想，这沉渊军里想杀我复仇的人应该不少。地兰君和子无每次来见我的时候，都是行色匆匆，还一脸疲惫。父皇也是身形日渐消瘦，白发丛生。原来他们都是在努力平息众人心中的怒火，在默默忽悠着我。是啊，屯地那日发现有几个伤兵躲在此处，商议刺杀你复仇，就连夜赶回宫里，请彭医官带着大量的药品前来救治伤兵，安抚民心。在我们被四界追杀之时，他也曾想过跟神族与沉渊拼命，他想尽一切办法，尽他所能来保护你。他不想让我跟你说这些，是因为怕你多想，在添心上。四界不容我，杀我至极。我为亲人复仇，却又变成了他们的仇人。这善恶轮回，冤冤相报，我却还要连累父皇和朋友们。我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檀儿，让我一个人好好想一想。姐姐，
我想你了。我现在心里特别难受。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。我想跟你说说话。你休了一个我，那我也休一个你吧，就当你还陪着我。姐姐，我想追杀过我们的人报仇。我以为我会成为全世界最狠心的人，可我还是放过了天帝。为此苏芝也怪我。方才我耳闻目睹的一切，都让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姐姐，檀儿，多日不见，你憔悴了。姐姐，我想你了。好，檀儿，这些日子你受苦了。姐姐，我特别后悔，我后悔我在望两城跟你吵架。我后悔你在归墟的时候我没能拉住你。姐姐从来都没有怪过檀儿，更是没有离开过檀儿。我看到了你为我难过，也看到了你即使守住本心，没有让自己坠入复仇的深渊。我的檀儿，你做得好。可是世人偏见难除，双华的恶名恐怕也很难被洗刷。你我就这么被逼到绝路上，你不心痛吗？天命难改，人心难逆。你我既身为地脉子枝，便注定有此厄运。怨天尤人，自损心神，枕戈自刃，伤人伤己。还记得我们在王两城的时候聊过吗？无论深陷什么样的泥潭，都要向阳而生，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我这条命是姐姐给的，这一生我不仅为自己而活，也要为姐姐而活。姐姐，你放下，我也就放下了。我的好檀儿，你能想通，姐姐心里真的欢喜。你放心吧，有姐姐的在天之灵守护，还有友情，有父皇，有我那么多的朋友们，我会好好的活下去。我秀你呢，你教我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是回来了吗？姐姐，檀儿，我呀，看你心情不好，特意去人间，给你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馄饨。来，这是小菜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吃啊？我给你换啊。
姐姐和曼曼都为护我而死，爱我的人也都在极力地护着我。姐姐大仇已报，我心也安了。为了你们，我要吃饱睡好，好好的活下去。你呀，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姑娘。那你最坚强的姑娘，想要一份礼物。什么礼物啊？再为我放一次烟花。你说光还掠过双生的花，流落在沧桑的悬崖。我听风的拂动谁的脸颊，纷飞出海底沙。多想陪你穿越过忧伤的炎夏，我们携手跌宕的天涯。错换的时空吹乱了鬓发，再哭也不怕。你是我心中的月牙，我的眼光闪烁成烟花。如果泪落下，凝作鲜花。我是你心意的捕花，别问星河，还无需回答。微燃两行，天地无暇。我是你心意的捕花，天地无暇。